这缝隙能停艘航母了，这皮都皱了。答应我，下台车咱们造一个能用的杯架吧。好，各位买好，我是抖买买，终于可以来聊聊我的蔚来 ET7了。提车大半个月，开了1000多公里。那我一直觉得呢，这种体验类的视频，你要尽可能的开得多，场景的足够丰富，这也是呢我对于哪一个产品感兴趣，我都会尽力去把它买回来一台的原因啊。因为如果你自己花钱买回来的时候，你的整个感受、视角什么的都会完全不一样。那从2021年的1月9号 New Day 发布，直到我提车啊，一共等待了524天啊，那个等待的时间也是我买过这么多车最长的一次了。那其实呢 ，ET7 的第一批交付是在3月28号，也就是说发布会当时承诺的2022年的第一季度。但是因为我下单的手速也许是不够快吧，所以呢，第一批就并没有我。那我的车呢，其实是在今年的4月13号生产好的，中间呢又碰上上海的疫情，然后直到6月1号，上海才真正的逐步恢复。但是恢复了之后呢，合肥到上海的板车又十分的稀缺，所以一直搞到6月17号我才提车啊。所以我的车生产到我提车已经隔了2个月了，妥妥的库存车吧，哈哈。要知道呢，在发布会的当天，看到李斌说2022年第一季度交车的时候，我的评论区啊，包括我的视频弹幕说的都是 PPT 造车，不可信啊。就不过也能理解吧，有的车型呢，它从2017年发布的车型，直到今天都没有交车。所以大家听到蔚来在2021年的1月份就说2022年第一季度的事情的时候，那心中难免会有一些疑虑的。但是呢，好在李斌同学保住了自己的诚信底线问题啊。这期视频呢会很长，我力图呢从一个车主的视角去展现这趟车的方方面面，包括你们喜闻乐见的蔚来的做工到底哪里不行。那所以呢，这期视频的总时长，我觉得怎么也得40分钟朝上走吧。蔚来的提车呢，你可以去蔚来的交付中心提车，蔚来会给你一个相对比较热闹而且有仪式感的一个交付仪式，还会有人呢去帮你拍照片。那交付中心你去的话，你就会看到有堆积如山的一停车场的 ET7啊，这其实呢都是当天或者说这2天要交付的车辆。如果你想黑一下的话，你可以写一个标题啊，我想想看，蔚来滞销大量 ET7 滞留停车场，任凭风吹雨打，应该会有不错的流量。那因为呢，其实买已经买过，这是第3台蔚来了，然后我还陪朋友提过好几次车，我去交付中心的次数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呢，我这次就简单一点，选择让蔚来直接送车上门。那如果你想要板车给你拖上门的话，现在上海好像比较缺板车，所以更简单的办法呢，就是你用蔚来的自己的代驾服务，让他们把车给你开过来。那蔚来的师傅嘛，他们天天接触蔚来的，所以呢，他们来开这个车，我应该也是放心的。所以我史上最简朴的一次 ET7 提车就这么完成了。虽然这个提车仪式非常简单啊，但是撕膜的仪式感还是得有的嘛。我的选配呢，之前已经说过了，简而言之就是能选的全部都选上。这个配色呢，大家说挺好看的，对不对？它叫南极星蓝，要额外花费1万块钱。那尽管呢，蔚来提供了多种颜色的免费油漆啊，但是你在路上能看到南极星蓝的车还是非常多的，大家压根儿不在乎花这1万块钱。所以这跟 Model 3其实也完全不一样，像 Model 3、Model Y 你看到的应该最多的是黑色，因为那个黑色的油漆是唯一免费的一款油漆。那蔚来呢，给你提供了6、7款免费的那个油漆吧，但大家可能还是觉得那个要花1万块钱的南极星蓝啊，包括那个绿色，更加能展现出自己的个性，所以你选配我照样花钱。外观呢，我也花钱选装了这个木套件啊，那包括侧边的镀铬条呀、车的 logo 呀，甚至屁股上的江淮汽车，全部都是这种灰色的，我觉得要比白色的镀铬条好看啊。而且呢，江淮汽车这4个字我也不会抠的，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很好玩的梗。蔚来自己的第2个工厂叫 New Park， 已经那个第1期已经进攻了，那正在给 ET5 生产的那个，一样也会贴上江淮蔚来的车标。那我甚至还把我之前的 Model 3我也给它贴了一个江淮汽车的标。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并没有觉得江淮汽车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啊。当然，这毕竟车买回去嘛，想怎么样操作是你自己的事儿，你愿意撕愿意留都没什么问题，也没啥可说的。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轮胎，都是蔚来工程师去跟轮胎厂进行反复几轮调教定制出来的轮胎，它跟市面销售的轮胎只是型号一样，
配方呀、弹性啊，甚至花纹什么的完全都不一样。那未来的轮胎呢，它会在胎的侧壁上有一个 I 的标记。那其实我为了更好的性能啊，我选择了就是 P0 轮胎。这个轮胎所绑定的呢是21英寸的碳纤维轮毂，这个轮毂我觉得实在是太漂亮了。虽然这个轮胎的性能最好嘛，但是它也有缺点，就是它的续航是整个车系中最低的。那我的 CLTC 续航只有615公里，那如果你选省电一点的轮胎的话，它的续航是可以超过700公里的。不过你都买蔚来了，你在乎个毛续航啊？蔚来至今已经有将近1000座换电站了，5纵3横4个都市圈的换电站基本上已经都布局完了。在城市里，你基本上在家里充电啊，或者说到处都是充电桩跟换电站。而你要跑高速公路的话，你可以选择去服务区换电啊，这个体验跟加油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哦，对，还是有区别的。加油加买一箱油，怎么着也得600块钱、800块钱吧？那换电换一箱电是免费的。当然了，你有人会说啊，一说到换电，就有人说换电会排队。那我就说一点吧，只要换电站安排得当，可以不排队，可以少排队，这一点与加油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充电，无论你怎么安排，每次充电的时间一定做不到3分钟把电充满。排队换电有10个人，都比你充电不排队要快。这个呢就是换电的优势啊。那而且换电的成本是要比超充低的，而且换电站基本不需要储能，它自己就是储能，对于电网的压力是小的，甚至还能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那未来的换电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点的功能，这其实涉及到电池的流转、电池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长远来看呢，我觉得一定会有品牌会利用未来的标准去设计自己的汽车，这是一条简单，这是一条高效的路径。那早期未来把这个路走通，后面就一定会有更多的车企去加入的。扯远了，继续说选装啊。那我呢还选择了白色的内饰，我个人呢是特别喜欢浅色的内饰啊，车内那种明亮的感觉，配合顶部的这个 Low E 玻璃，带来了非常好的视觉效果。当然了，浅色肯定是不耐脏嘛，但是我一直觉得深色耐脏，其实也无非是深色脏了之后你看不出来而已。所以这个事情就通过勤快的洗车来解决，反正我有服务无忧，那1年洗车可以免费35次，我个人都用不掉。还有一个小细节啊，它车内集成了内置的 ETC， 这个呢我看到很多车企都在陆续开始搞了，其实非常棒，可以让车的玻璃啊无比的干净。你想啊，现在的强制法规已经允许你不贴年检标，不贴那个强制保险的标了，对不对？那行车记录仪呢也车内就自带了， ETC 呢也内置了，你再把车上那个3C 标志给撕掉，你的玻璃可以是完全干净的一块玻璃，这个太爽了。而且内置 ETC 的整个激活流程也很简单，你不用再去线下去办理，不用去排队，你也不用等着别人给你快递 ETC 的设备回来，那个直接小程序激活。那我这台车目前里面内置的是速通卡，我觉得对我使用也没有任何影响嘛。空间方面的话，我前排调到自己的驾驶空间啊，正常的驾驶这个距离。后排呢，我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吧，我觉得没啥可说，腿部空间肯定是足够的。如果这台车的腿部空间都不够了，我觉得你的身高最起码得有2.1米啊。那座椅的皮质缝线，我个人觉得这上面是有问题的。那这个点我们先放一下，后面缺点的时候我们单独拿来说。后备箱空间，经常有人说蔚来 ET7的后备箱空间不够，我觉得你跟 SUV 比，包括跟蔚来的 SUV 比，我觉得确实没有他们大。但是但凡你开过或者看过宝马5系、7系的后备箱，我觉得你也不会说不够吧。我觉得对于国产车，你确实可以一定程度上更加苛刻一些。但是你要求国产必须有魔法，必须突破物理极限，我觉得要是这么想的话，你还是先去买台5系吧。毕竟这个消费升级对于一些同学来说，可能得一步一步的走。钥匙这个我之前媒体试驾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啊，实际的质感挺出乎我意料的，比我之前看过的那个模型版本好。我之前看过一个模型，它其实是用的光面的钢琴漆设计，然后现在呢是改成磨砂的，整体的质感不错，然后按钮的按压手感也还可以，而且这本身是一个 UWB 的钥匙，当你的兜里有钥匙逐渐走进车辆的时候，车呢会先把自己的灯光点亮，然后等你走得比较近的时候，它再把门把手给它推出来。这时候呢，因为它的门把手上是有电容的，你的手只要轻轻的搭上去，门呢就弹开了，你再上车，轻轻的把车门给带上，无需特别大的力量，这个电动门就自动吸合上了。这种优雅的感觉，你买7系其实都没有的，7系不过是给你做了个电吸门而已。理论上来说，这个 ET7 的采样点是够的，所以呢，你使用 iPhone 的手机蓝牙钥匙也有同样的效果。我试了一下，蓝牙信号的连通率呢，就是更高，而且距离更远，基本上你离车20米的时候，这个车灯就开始亮了，我觉得是挺好的设计。我一直很喜欢蔚来特别激进的去使用新技术、新产品的能力啊。车呢其实是一个昂贵的消费品，买回来呢大部分同学都要开好几年的。
买一个硬件领先的车，我觉得是一个基本操作。你看今年其实是 OLED 的大年，大屏幕的 OLED 呢基本上已经逐渐降价了，然后 Mini LED 呢也开始抢占市场，连索尼大法刚刚发布的 X95K 都开始争奇斗艳了。像我呢也刚刚买了一台98英寸的 Mini LED 的电视，对吧？所以呢，蔚来在车上就率先使用了 AMOLED 的屏幕，在仪表盘上使用了 Mini LED 屏幕，在后排的那块空调控制区也是一块 Mini LED 屏幕。这个呢其实是率先的一个车规级的设计啊。所谓车规级，就是你要考虑车辆的颠簸，考虑车辆的高温，考虑车辆的高湿度、温差、抗震，就是跟民用的消费品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些屏幕它依然保持住了很高的水准。我倒不是说这个色准怎么样，这玩意儿也没法测，你就看仪表台的那块 Mini LED， 它是直接裸露在外面的，外面没有任何把它嵌入到仪表盘里面，它不需要避光，它直接硬刚户外的光线。据一些舍得花钱去买3维亮度计的媒体测试啊，这块屏幕的亮度超过了1000尼特啊。对，我的实际观感就是，不管外面的光线有多亮，这块屏幕的显示依然非常清晰。这其实对于车企来说是要花钱，更早用上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对吧？比别人用的早呢，肯定是要比别人用的时候要贵的。但是呢，我觉得既然是蔚来嘛，既然是豪华品牌，做这个事儿无可厚非。不过呢，这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啊，这倒不是人眼观察的问题啊。你有没有遇到过 iPhone 手机？就是如果亮度低了，你拿另外一台相机去拍摄的时候 ，iPhone 的这个屏幕在频闪，这个呢其实是源于它的调光方式叫 PWM 调光造成的。到了车机上呢，技术呢还是这一整套技术，所以呢，你能看到一些媒体啊或者一些同学拍摄的照片，这个整个画面有一些频闪，甚至闪烁比较明显。这就是因为呢，整个屏幕的 PWM 的调光节奏跟相机的快门速度没有匹配到。那我的视频里面呢，我是尽量的去匹配了。那如果还有漏网的呢，说明是当前的那个环境光的那个快门速度确实没法匹配，就没法弄。这几块车规级的屏幕呢，边框宽度我觉得相比866也是有视觉上的进步的。厚度呢，你从侧边来拍摄的话也薄了不少，所以你看这个汽车工业也在逐渐的向前推进，对吧？而且呢，蔚来在 ET7 上做了很多前瞻性的事情，官方呢并不主动去宣传它。比如呢，他们的主驾和副驾之间还额外做了一个气囊，这个气囊的名字叫远端气囊，它的作用呢是防止车辆在碰撞的时候，主驾驶员跟副驾驶员他们俩之间再次发生一些碰撞。这个呢，在欧洲新版的 Euro NCAP 里面，车厂如果提供的话，那这个欧洲的测试就会碰一下，如果车厂不提供，那测试就不撞这个。这个呢是一个加分项，并不是强制项。但是呢，蔚来把它给它加进去了，而且这个测试呢是在2020年的时候才刚刚加进去的。那 ET7 呢，不管你是卖到欧洲的版本还是卖到中国的版本，它都是有这个远端气囊的，所以这个官方从来没宣传过。同时呢 ，ET7 的空调制冷剂是 R1234YF， 这是一种呢无臭氧层破坏的这样的一种制冷剂吧，它呢是要比目前大家主流所用的 R134要更贵的。但是它的优点呢，就是更加环保。那国内呢，同样没有强制要求，蔚来自己主动把它用上了。我觉得这玩意呢，用上它是一个新技术，而且新技术又是更贵，而且并不是直接简单的去替代原来的整个制冷剂，你的整个空调的循环系统、你的流量、你的各种阀门什么的都要去重新设计的。所以率先用啊，肯定是有更好嘛，至少对环境也更友好了吧。但是这些东西就是别人还没有用的时候，你要自己去尝试一些坑，你要自己去把这些坑给填平。这样的例子其实还能卷出来，这样的例子其实还能举出来很多，比如说双层玻璃这玩意呢，其实蔚来 ET7是标配。你日常听音乐的时候，你在车内觉得这个声音已经很吵了，对不对站到车外去听一听，你感受一下这个音量的差距，你不妨呢再去跟迈巴赫什么的去比一比。那蔚来呢还是一个无框玻璃的设计啊，这个噪音控制，这个声音的控制真的非常棒。还有呢，诸如这个电动机的功率应该是国产最高的吧，而且是国产较早用上碳化硅的。这么大的一台车啊，官方呢它是标3.8秒的100公里加速，结果媒体们一个人测试的时候，大多数都可以跑到3.4秒到3.5秒，又虚标又在反向虚标。你想想看，那些标3.3秒的车，动不动跟你说什么要扣除起步的最初1英尺，要在特定的道路上去测试，结果他们测起来大多数是3.6秒左右，还没有。而且他们的车本身还没有 ET7 大，还没有 ET7 重呢，这个加速还比不过 ET7。我觉得蔚来在这方面做的其实非常的好，但是在宣传上为什么要
这种反向虚标，其实我一直理解不能啊。就连你们一直诟病的能耗，在现在这个气温吧，高架开个85公里每小时，经常车机里面显示的就是15度到16度电每100公里啊。那未来呢显示的还是总的能耗，不像一些车企它搞欢乐表，它显示的是驱动能耗，什么空调啊那些用电它不给你算进去。那续航上呢，即使未来标700公里的续航的车型，目前已经有这么多车主提车了，对吧？在高速公路上跑到400，少的跑400，多的跑550公里，我觉得非常容易啊。那为啥这个距离这么宽泛？因为真的是看每个人到底把车速开多快，以及路面上是否是下过雨，还有这个你开的海拔是不是有变化。但总之就是加速第一，续航领先，电池更不用说了吧，未来自己有电池团队，他自己买电芯回来封成电池包，甚至还捣鼓出3元铁锂电池这种神乎其技的玩意，自己还搞 BMS， 我觉得夸一句三电国产第一，甚至说全球领先，我觉得这不是啥问题吧？你啥时候见过未来宣传自己的3电技术先进了？就是很多企业啊，它是说的比做的要多。但是像蔚来这样的企业，它是默默的做完之后他还不说，他不说在媒体上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啊，就是显然他技术很渣，然后动不动说蔚来的时候就是钱都买在服务上了，没有什么自己的技术，就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好吧？所以呢，就是 ET7，我可以这么说吧，比 ET7 性能好的车是一定比蔚来贵的，比蔚来便宜的车肯定是补能条件绝对没有蔚来好的。所以我一直说我自己会买很多个品牌的电动车啊，但是我的车库里一定不会少一台蔚来的，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你用过之后，你真的就离开不了。蔚来呢，在 ET7 上还有一个激进的做法，就是激光雷达，其实它率先上车了。蔚来的半固态激光雷达呢，是和途达通联合开发的，蔚来主导的电路的设计以及跟车身进行融合，这个其实是一件有趣的事啊。现在你去看看蔚来的激光雷达，在 ET7 上它都凸出来了，它的风阻系数还能做到 0.208 这么低的风阻系数，即使没有激光雷达，比蔚来风阻系数低的车好像只有奔驰。奔驰通过把整个车型做成就是那个梭子那个样子的，达到了更加优秀的设计，对吧？但是未来这个 0.208 真的非常厉害。你再去看看别的品牌，他们头顶上但凡顶激光雷达的，你看他们脑袋顶上那个凸出来的雷达，你就知道工程的集成度的差异了，对吧？蔚来呢，其实还变相的把激光雷达量产装车的时间给缩短了。你看蔚来在开发布会的时候，当时主流的认知，弹幕一直都在喊 PBT 的激光雷达不可能这么早上车，还记得吧？但是都在说蔚来没技术的时候，都在说蔚来的时间点肯定是 PBT 的时候，蔚来真的就做到了。蔚来和途达通一起从无到有工业化的生产了这个激光雷达，而且呢，我手头还有一条视频啊，这个视频呢是蔚来激光雷达生产线，我觉得科技感还是不错的。然后呢，蔚来这个激光雷达其实也是当前量产车装车激光雷达的一个天花板了吧？它的有效距离是500米，一骑绝尘啊！为啥蔚来的激光雷达探测距离比别人远啊？因为蔚来用的是1550纳米的波段，这个波段呢对人眼更加安全，所以呢它可以用相对较大的功率发射。而主流厂商呢一般用的是905纳米的波段，这个波段呢其实是比较容易被人眼吸收的，它为了安全上的合规，它就必须要限制功率，一限制功率呢，这个探测距离相应的就长不了了。那至于1550纳米的激光雷达好，为什么别的厂商不用呢？其实非常简单，还是成本问题，都知道好呀，但是它贵呀。那长期来看呢，随着整个激光雷达产业链的成熟，我觉得车呢最终都会用上1550纳米的激光雷达的。蔚来其实一直这样啊，它给你最早用上它能找的最好最贵的东西，就像 Orin X 芯片，Orin 刚刚流片的时候，蔚来就去拿了，一拿呢还给你一台车搞4块啊。其实今年1月份还有人在说 Orin 并没有量产，蔚来呢一定在搞 PPT， 不可能按时交车的。对吧？然后3月份呢就来果断打脸。那别的车企呢，不仅是装车速度可能没有蔚来这么快，而且好像还没有哪台车一次性装4块吧？那蔚来是傻吗？他难道不知道花4块会比装2块多花1倍的价钱吗？还不是因为蔚来的规划里头有更多的需求，有更大的算力要求吗？而且蔚来的这个激光雷达，它有一个功能叫定睛凝视。定睛凝视的时候，它的角分辨率特别高，能达到0.06度。那举例来说呢，就是200米外一个1.8米高的行人，它都能形成一个稳定的点云。而一些只有0.1度角分辨率的雷达，你看它所形成的点云是没有 ET7 所能形成的点云那么多的。
点云多就意味着它的识别会更准确，但同时也给车机算力带来了更多的压力。那这些压力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有钱，我上4块奥运给它搞定，对不对？对了，如果激光雷达脏了怎么办？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官方最近还做了一个解释，给了一张图，就是摄像头在这么脏的时候，基本上摄像头的成像已经没法看了，但是激光雷达的成像还是可以输出稳定的点云的。那如果激光雷达要再脏的话，车呢其实会提示性能受限我可以那些真的不爱洗车的同学欢迎反馈一下，看看如果半年不洗车到底脏成什么样，车会提醒呗。我其实还蛮好奇的。而且作为自动驾驶，它要用激光雷达其实非常简单啊，就是当前有这么多视觉它解决不好的场景，什么隧道口啊，光线的特别变化呀，一片白茫茫的，如果你用视觉摄像头那就是白茫茫的一片，你还是得要去靠雷达去呈现的。那激光雷达呢，在它的视野中，不管是隧道口你的亮度怎么样，甚至你把整个灯光全部关掉，激光雷达依然可以提供稳定的输出。这个呢就是摄像头的局限了。摄像头在暗光，甚至说有人做的一个极端测试，把车灯都关掉的时候，对雷达有影响吗？完全没有影响。而且视觉摄像头还有一些特别难的场景啊，比如说一个白色的货车它翻倒在路上了，大家看到过了吧？那如果依靠视觉的话，很容易直接撞上去，都撞了不止一台了。但是对于激光雷达来讲，那么大的一个货车，你的颜色对雷达无关紧要，雷达可以依然清晰的成像。甚至说地面抛洒物掉了一个塑料袋，100米外呢，摄像头可能判断是不准确的，激光雷达也同样可以稳定的成像。就是阻碍激光雷达在自动驾驶上普及的一个原因就是贵。目前你很难在几万甚至10万块的车上去看到激光雷达，就是因为它太贵了。那还有一个呢，是企业需要有一定的研发能力啊，就是你得融合激光雷达的信息，你得融合激光雷达跟视觉同时给你的一些信息，你需要一些算法，你需要一些算力，这个不仅是硬件到位，你的软件，你的开发团队你得到位。那同样你还要积累一定的里程数，积累一定的训练量，但是这个训练量呢，我觉得也是有一个上限的，就是饱和之后呢，其实差别就不大了。就像你考试，如果你反复的去做小学1年级的考试试题，也不一定能让你上清华吧，对吧？但是对于未来来说，现在 ET7 随着它慢慢的去交付，它的积累量会逐渐上升的。我是对有激光雷达的自动驾驶的安全性、可靠性，我个人角度是比纯视觉我是更有信心的。未来呢，使用了激光雷达之后，它其实有一个叫 NAD， 叫自动驾驶。这个东西呢，目前还没有开放，而且开放了之后呢，它是按月去付费的。那尽管呢，目前的这个自动驾驶没有开放，但是你交的车，激光雷达已经参与了车辆的感知。那个激光雷达在你交付的时候，就是一个启用状态的，不是一个配项的东西。这呢，其实给车主带来了一些什么？我想请大家看一张我在停车时候的照片。在视觉阶段，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哪台车可以一次性的去追踪横向角度上这么多台车。那目前 ET7 的车机渲染屏幕呢，它的车头车尾的方向有的是颠倒不太对的，工程师说这个可以解决，那等 OTA 就能解决掉。就现在的能力，哪怕你有激光雷达之后，日常的驾驶你去观察仪表盘，整个道路上的交通参与者，不管是行人还是机动车，甚至说是送外卖的电瓶车，一次10几台全部都在感知的范围内，就连路边停着的一整排共享单车它都能给你感知出来。这个呢是我过去看纯视觉完全没有的体验啊。而且在 ET7 上，基本的辅助驾驶就是所谓的 Neo Pilot 功能是免费提供的。你在使用的过程中，轻轻的拨动一下转向灯拨杆，无需等待，干净利索的变道，这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面对侵入到你本方车道的大货车，或者说有些车喜欢压线行驶，你在使用 NP 的时候，你能明显的去感受到方向盘的这种动作，这种细腻的操作，让你手搭在上面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车感受到这个别让这个大货车压线了，你心中其实是安心的。而且今年的第3季度啊，就是7、8、9 3个月呗。那未来说第3季度，那应该就是9月份啊。那有激光雷达参与的 Neo Pilot Plus 这个功能就会上线。那未来用2.5 TOPS 的 Mobileye Q4 芯片就做出了 NOP， 而现在同样用iQ4 芯片的别的车企 NOP 这个东西都搞不出来了，对不对？其实我很期待啊，拥有1000T 算力。过去是 2.5T， 现在是1000T 算力所加持的 NOP Plus， 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体验？我期待有一种体验吧，就是自动领航，对吧？自动进入服务区，自动换电。
如果这一整套传说中的东西能做成，我觉得那未来的辅助驾驶又上了一个档次。那至于 NAD 这玩意就是完全的自动驾驶了。李斌其实说过一件事啊，就是自动驾驶下车辆要是再出交通事故，这就是企业的责任了。这其实涉及到法规问题，那啥时候开，我觉得还是得等一等。但是尽管这样，有了激光雷达，我很期待这个 NOP Plus 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样吊打别人的体验。蔚来呢，其实特别喜欢用大玻璃去做车顶啊，我很羡慕呢 ET5 呢一整片的玻璃设计 ，ET7 上呢因为车身重量的原因，还是使用了一道横梁。我觉得其实蛮遗憾的，而且呢，这根横梁在车内几乎没有别的作用，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光秃秃的一根，真的不是很好看。那每次呢说到大玻璃顶的时候，就会有人说晒，甚至还有说晒黑了的说法。那我的做法呢，其实特别简单，我有一个几百元买的 UVA、UVB 的测试仪，它呢其实能比较准确的反映出紫外线辐射的情况。测试方法也简单，同一个时刻尽量保持同一个角度去拍摄。我分别比较了一下车窗玻璃、车的前挡风玻璃还有顶部玻璃抗紫外线的效果。那这里面 Nomi 所表现出来的智障问题，我后面会单独去喷啊，不说这个。嗨 Nomi， 嘿，下降车窗。好呢，嗨 Nomi， 在呢，主驾车窗完全下降。正在调节。嗨 Nomi， 我来啦。升起车窗。好呢，把车窗完全升起。 OK。个智障，升起车窗。 OK。虽然呢，我的设备是几百块钱的紫外线设备，小数点后多少位，这个呢是不明确的。但是我直接说，紫外线隔绝在99.99%以上啊，这个数据应该是毫无问题的吧？那别忘了，这块玻璃的透光性也满足了所谓法规要求，而且哪怕是顶棚，蔚来也没有使用那种丑陋的蓝色，让你看不清蓝天的感觉了。它用的依然是这种 Low E 玻璃，靠的是一种涂层，好像那个涂层含银吧，具体什么细节我也不了解啊。但就是你在蔚来的车里头，你能感受到那个玻璃是相对于别的玻璃顶的车，它是没有那么晒的。但是呢，我们日常所说的晒，除了紫外线之外，还有红外线啊。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热量的辐射问题。那车玻璃是没法隔绝99%的红外线的，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解决方案就是开大空调硬刚。之前呢，在试车的时候，驾驶感受我就说过啊，张工团队呢 ET7 调教的非常棒。ET7 相比911呢，对我来讲，它提供了一种更加触手可得的驾驶乐趣。不仅呢，驾驶模式不再去绑定悬架阻尼高度啊，甚至电机加速了，并且在每一种驾驶模式下，你都可以随意的去调节加速啊、悬架的软硬啊，还有悬架的高低了。这种没有绑定的关系，相比866呢，又进步了一点。我个人的驾驶呢，其实是非常喜欢以运动模式为基准的，把能量回收给它调低啊。对，没错，未来呢还是支持能量回收去调低的，可以调到很低这个级别。那这么做的代价呢，是符合大多数人的驾驶习惯吧。缺点呢，就是它没有那些强回收的车省电啊。但是未来的价值观里头是不会强迫用户必须怎么样啊，这样做应该是不行的。那有的品牌呢，就直接把能量回收这个低这个选项给去掉了，你就必须按照它要求的这个回收强度去开车，你也不得不接受。所以这其实也是品牌不一样的地方，价值观上不同的东西啊，后面也会单独再说。然后呢，我个人呢其实是喜欢略低一点的悬架高度，然后 CDC 的阻尼呢，我希望它能稍微大一点，然后我可以享受到那一种车身有一定的刚性，稍微有一点紧绷的驾驶感。那相比于866啊，蔚来在 ET7 上其实有很大的进步的原因是，它把整个驾驶底盘的预控制器给自研了。就过去呢是采购海外品牌的，然后研发什么的时候得跟海外一起做。作为 ES8 车主啊，我觉得这种感受很欣慰啊，就是其实这个进度还是挺快的。这些东西呢，你不一直去买蔚来，你不一台一台的去买，你是很难感受到蔚来在技术上的快速进步的。还是那句话，我强烈的建议你呢去试驾，毕竟涉及到驾驶感受这些东西啊，不管我怎么说，都不如你自己去试一试来的实在，而且试驾又不花钱，你总该有个驾照吧？有驾照你就可以去试试，去扫个码去试一试呗。ET7 的声音呢是很不错的，这套音响系统的表现大家应该在各个场合、各个视频都看到过了。
蔚来呢，其实用了23个扬声器，做到了7.1.4的杜比全景声，而且跟别人不一样的是呢，蔚来他害怕你没有好的音源，所以他们自己拿授权，他们去跟索尼合作，他们自己去转录一些全景声音频。这个投入呢，我觉得在别的车厂其实非常难做到。你去看看别的一些汽车品牌，他会跟你说它的音响呢是2000瓦的功率，然后蔚来1000瓦是不是吊打蔚来了？结果你仔细一看，蔚来1000瓦的功率呢，它标的是一个额定功率，那些厂商标2000瓦是峰值功率。音响呢，其实是很少有人会去说峰值功率的。你稍微买过音响、买过功放的同学都知道，有一个参数呢叫 RMS 啊，这个东西叫做正弦波方根，对吧？那说的呢其实就是一个额定功率。那蔚来呢也是按照主流正常的标法写了自己的1000瓦的额定功率，没有那么鸡贼的说自己是2000瓦的什么峰值功率啊。而且呢，蔚来的这套配置拿了杜比全景声的授权，用了23个扬声器，其实数量上也比那些宣传峰值功率的厂家要多啊。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好的，就是他做硬件、做内容，不跟你瞎扯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价值观啊。车机系统其实蔚来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弱项啊，主要体现在冷车启动的时候特别慢。然后 ET7 呢换装了骁龙8155的座舱芯片，那启动速度就好多了，尤其是配合这个 UWB 钥匙，基本上你把这个车门把手拉开的时候，车的仪表盘上的 logo 转一圈，整个车已经 ready 这个状态了。然后呢，车机通讯这次也是用了5G 了，好处呢也挺明显的，哪怕你在信号不好的地库里面，哪怕它显示是4G 网络，直接播放爱奇艺上面的视频，然后拖动加载的这个顺序，这个流程也很跟手，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络还是比866要做得好的。然后行车记录仪方面呢，它提供了主视角、前视角、两侧视角、后置视角，这个5路全部都给你录制下来，而且它是彩色的，它不像特斯拉给你录制的那种类似于伪色那种土黄色的感觉。反正我觉得够用了，至少交通事故定责的话，这些东西是完全没问题的吧。那个本次呢，车的定位系统还使用的是这个 GNSS 加 RMU， 就是惯性导航定位嘛。然后惯性导航，哪怕你在 GPS 不好的地下停车库，地图上的停车位置也非常准确了，朝向啊什么的都是正确的了，这是应该的。因为未来以后呢，肯定会做从停车场到停车场的自动驾驶的。你要在地库中导航搞不清自己位置在哪，你不让人笑话吗？所以 ET7 这方面的表现，我觉得是应该的，但确实比以前866整个基础的状态，我觉得是要更好的。然后对了，车机的洁净，这个是要好好夸一下的，这个功能呢真的太厉害了。蔚来呢把大量的功能进行了所谓叫原子化拆分，这在燃油车上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做到的功能啊。大量的预控制器要协调具体的功能。那举例来说吧，我嫌这个车的低速提示音吵，那我就设一个捷径，当我坐上驾驶座系上安全带的时候，就把这个自动提示音给关闭，简单吧？这样的一个捷径系统就给车主的特定功能提供了无限的想象力啊。不过目前这个捷径有一个 bug， 就是我用手机蓝牙钥匙启动的时候，好像第一次它不生效，用 UWB 钥匙就没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已经反馈给官方了，等他们修复吧。好了，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缺点环节了。那蔚来 APP 呢是有车主的问题反馈的，你的反馈呢会有人去记录回复，这些问题呢我全部都反馈到了蔚来的 App 上。那首先呢从提车开始说啊，就车的休息踏板，它是一块有磨砂质感的金属踏板，质感非常不错。然而生产的时候呢，它是连着保护膜一起安装的，导致它撕掉的时候非常困难，这也就算了。这个膜上好像有一种胶水，就是我的天呐，它上面有胶水，脚那么休息踏板一踩立刻就脏了。我觉得这个跟 PDI 什么的没有关系啊，毕竟 PDI 也不管你撕膜，撕膜得自己撕，对吧？就是工厂在生产的时候，这块踏板怎么处理一下，我觉得还是应该想想。就是作为一个50万的东西，然后刚买回去，我刚开没1000公里，对吧？踏板上就脏了，心里不舒服啊。
然后内饰的做工方面呢，蔚来走的是简洁的路线，我觉得没毛病，而且非常好看，整个设计的尺度呢把握也是好的。但是呢，有些地方的缝隙无比巨大啊！你看看我的这个杯架，这个缝隙我觉得肉眼都可见了，而且这个可见也就罢了吧。左边的纳帕皮与中央扶手这一块的缝隙还不均匀，它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这个事情其实我不敢找一见维保的同学去处理啊，因为这里面我不用想，肯定有很多卡扣，我担心他们一拆啊什么的，这个各种各样异响就出来了。现在虽然这个缝大，但至少没有异响吧。就我觉得又不是不能开，这个是低价车才做的事情啊。我觉得蔚来已经卖到50万了，这种事情还是要去改良的，必须得做好的。然后呢，就是藤木的质量不行，内饰呢用的这个叫卡鲁润吧，这个藤木，这还是一个商标，有专利的。就这是呢源自印尼的这个热带雨林的速生林，它呢其实本身呢是一种实木，然后呢它有一些环保的理念真的很好，而且它真木头的质感也非常棒。但是呢，这个木纹好像是一根一根的拉丝，有那种感觉，对吧？我这儿呢竟然有一些拉丝已经起来了。这个拉丝起来了，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很惊讶，而且摸起来呢，还有抠一抠那个起来的那个拉丝，还有一点割手的感觉。我觉得这玩意做的有点翻车。再来说座椅呢用了这个纳帕皮工艺啊，这个皮质真的很不错。但是那么大的一个侧翼竟然没有做一根缝线，连保时捷造车这么头铁的人都不敢干啊！那对应的结果呢，就是才做几天，这个侧翼就有压痕了。你正常上下车压到那个侧翼的位置非常正常啊。虽然呢所有的车最终都是会皱的，但是你开1000公里就皱了，我觉得这做的是不好的。而且同样做的不好的还有是那个坐垫跟屁股接触的那块的皮质，感觉呢这次为了舒适，它用了更加柔软的海绵去填充，然后海绵呢跟这个皮是分开的，你坐久了之后再下车，你能感觉到座椅的皮就鼓了起来，难看死了啊！就我的911虽然也皱也会鼓，但那也是1万公里之后吧，而且它没有鼓的这么大，所以我觉得蔚来在座椅这个事情上，这一次把座椅改舒服了，然后又搞出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挺翻车的。无线充电板的识别问题，我很讨厌在车内放任何手机支架。我坚定的认为，如果一台车内还需要放一个手机支架去给手机导航，说明这个厂商所宣传的智能座舱就是个笑话啊！好吧，充电的时候呢，我一直都是用车内的那个无线充电板的。这个充电板的功率，如果你是 iPhone 去充的话，只有7.5瓦啊，功率低也就算，它本身就很热。再加上车嘛，被太阳晒一晒之后，我感觉很容易手机就降低充电功率了，并且呢，对于我的一些大手机，比如 iPhone 13 Pro Max 并不友好，它经常会误报说这个什么不能给该设备充电。我觉得应该是跟这个充电板的线圈布局有关吧。这个其实挺难改了啊。空气悬架啊，我不是说空气悬架的状态不好啊，相反，我觉得这是蔚来最好的空气悬架了。但是呢，我的车在经过比较高的这个减速带或者粗糙路面材质的时候，我自己是能听到前悬顶部有一个相对明显的咚咚咚的这个响声的。这个声音呢，尤其在低速的时候听得很清楚。我呢，其实是一个对声音非常敏感的驾驶员啊，这有点类似于悬架行程压缩到最底触底的那一刻，但是我知道那绝对不是触底的声音，这个声音的能量要比触底小得多啊。然后呢，我反映过售后的同学说呢，每台车都这样。我个人呢是觉得行吧，能接受吧，但是我开的别的品牌的车，我开的911没有这种声音。所以各位同学去试驾的时候，不妨仔细的去感受一下这个，也许这个是个特性，但是我觉得如果能改好的话，应该更早的把它改好。最后呢，就是傻儿子 Nomi 啊，我实在不理解，以前呢在866的时候性能不好，你们说硬件有限制，做不到小鹏那么好，那么快速的响应，那现在总没得说了吧 ？Nomi 还是这么傻，连人话都听不懂了。我2018年买车的时候，那时候 Nomi 你跟我说是幼儿园水平，这4年过去了，幼儿园也该毕业上小学了吧？怎么智商还停留在过去呢？你们把 Nomi 做成这个样子，你丢人不？日常呢让 Nomi 干点啥 ，Nomi 说好的，好的之后呢就没下文了。你这是上班摸鱼摸惯了，领导给你交代个啥任务，你就说好的，然后就不干，然后把这个坏习惯传染给 Nomi 了，是吧？然后对自然语义的理解啊，也大幅度倒退了。就我不理解啊，一个在我不理解啊，一个 Nomi 2018年就发布了，那时候是很领先的，也没有现在那么菜啊。怎么几年之后你做不到第一也就罢了，正常要你帮点忙你都做不到了，这妈的是个智障啊！那好了，以上这些点呢，基本上就是这台 ET7我提回来之后不满意的地方。至于大家所问我的说车身外的拼缝啊、间隙什么的，我觉得我这台车，至少我这台车做的其实是挺好的。然后漆面什么的，南极星蓝好看，加1万块钱买就对了。
最后来多说一点啊，就我为啥会买这么多台蔚来？你对车的追求，除了功能性，除了你知道纯电这条路是对的之外，其实就是一些价值观的认同了。蔚来呢，其实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公司，老板们的价值观有正气，而且他不甩锅，做的事情非常的直接。这种直接呢，有时候你能感受到一种稍微令人感到笑话的真诚啊，有的时候还会闹出一些舆情，比如当年江淮工厂，对吧？李斌说江淮工厂比保时捷工厂先进。他说没错啊，确实先进啊，这还用说吗？对不对？还有今年的 New Day， 就李斌说搞不懂为什么还有人买燃油车，他说的也没错。马斯克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就说买燃油车的人是 insane。In fact, I think it's basically financially insane to buy anything except an electric car that is upgradable to autonomy. It's just nuts. You can see one country after another is putting dates on banning gasoline and diesel cars. insane 这个词什么意思啊？精神失常的，我猜这些人也不敢喷。马斯克当年还说什么19年的时候就说了，现在还买燃油车的人就像买翻盖手机一样。对啊，这些事情我觉得是业内所有大佬的共同认知，只不过李斌用了一种更加真诚、更加公开的方式把它说出来了。而且李斌也没说错啊，新能源一年一年就突飞猛进，比亚迪放弃了燃油车，市值直接破万亿，保时捷去年 Taycan 的销量比911卖的还要多。所以，所有想活下来的车企，不管是在中国、在美国还是在欧洲，他们都有纯电产品的规划。那既然迟早是要纯电的，作为消费者，你为啥要买燃油车？你帮助燃油车企业过渡呢？你这么好吗？还有的同学扯什么，要不是限牌，是吧？纯电动车根本卖不掉，这种理论根本没有办法解释非限牌城市电动车卖的也挺好，尤其是10多万级别的纯电动车，他们先干死了不太行的合资品牌，这已经显而易见了。而且呢，还影响到了两田的销量了。你知道两田？不管是销量还是所谓什么保值率什么的，都是过去都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存在，客观上是的，对吧？当然，就在去年开始，事情渐渐起了一些变化。我觉得消费者越早领悟这一点啊，越早给自己省钱这个呢，其实就是李斌的诚恳啊，他说的都是实话，只不过实话有时候不好听大家不爱听罢了。就连对外的公开的一些直播，有车主说你们未来修个 bug 修的那么慢，然后他就跟车主聊天，聊起来之后就那么直接说那是一个公开的直播我还录了个屏，你感受一下这个画风。这类似于这种事情就是它比较复杂，所以也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不是说大家理解，反正情况就这么一个情况，你们该骂，好吧？就我们干活继续干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一开始的能力就是没到，我们有学习的过程。有的事情就是这么复杂的供应链，这么复杂的软件硬件，它决定了它就是不可能一次把事情做好谁也别吹牛，是吧？这是就这么回事。还有一点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反正谁愿意说什么，我们也不删帖，对吧？反正你到未来的 APP 一查，反正感觉这个车根本就不能买。其实呢，这种真诚的沟通，我作为蔚来车主这么多年，每年都有，不管是线下的各种活动还是发布会，你都能见到李斌是这么说话的。就一个人真诚还是鸡贼，他在台前跟台后是不是一样的表现？这种品质可能文字很难去写，但是你跟他去说话的时候，你是能感受到的而且像李斌、像秦力红他们的这种精神，其实被传递到了蔚来员工这儿，这可能是蔚来车主才能深刻感受到的。我一直觉得，你又不能去挖斌哥，又不能挖力宏，用户企业的门槛又这么高，学不会的企业就别学了吧，你学了个拧巴的样子没意思，对吧？而且呢，未来发生点啥事儿最近大家可能也看到了一些比较悲伤的事情，它都能上热搜。就一定程度上，蔚来是被用放大镜所监督的企业。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优势而且我写蔚来的不好，我从来不用担心蔚来会不会不高兴，会不会让我删帖，会不会找我索赔500万什么的。这种沟通，我反而觉得是企业能做大、能成就一番大业的基础。所以呢，在我眼里尤其是这台 ET7。你可以非常好的去感受到未来在技术上的激进，在布局上的领先，这也许就是未来所说的体系化所竞争的效率开始下雨了嘛。这期视频聊的稍微有点多但就是我作为一个未来 ET7 车主，从车的使用，从车的价值观，我觉得方方面面我都把它聊透了，所以视频也很长，我可能从来也没有拍过这么长的，就说着说着就说多了。但真的就是蔚来是一家完全不一样的企业，值得你去感受一下的企业。
不过呢，还是那句话，买汽车回去要开好多年的，买一个硬件领先是一个基本操作，但是开的爽不爽，还是应该去试驾一下。所以呢，我觉得看过我视频你都能看到这儿了，一定也是对我说的一些话有认同的，对吧？所以呢，去蔚来 APP 去预约一下试驾，去感受一下到底好在哪儿吧，好吧？好了，这就是本期抖买买的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抖买买，买在头条、B 站、微博以及 YouTube 对我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